来，坐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暮色方知少爱，我的蛋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些画像，来。哎呀，个个都是蒲柳之姿，都不喜欢啊。这些可都是楚国的公主。来，母后啊，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算了，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，母后就不用多事了。哎，荡儿，荡儿，公子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强，连王后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这事也不能怪他。几年前那次杀人风，将荡儿的身子伤得太狠，痊愈还需时日。一味地围着他的心意，他心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慢慢劝吧。公子若是连这些楚国公主都看不上，他是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啊？什么样的美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荡儿娶的是楚国的公主。秦国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公子们争夺楚位，荡儿又比他人多了一份筹码。珍珠，去把信使召来，我要写一封家书给王兄。是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王后说，让小的跟着公子，随时伺候，随时听从吩咐。我吩咐你现在就给我走开。小的知道公子烦心，我烦心是因为你太多嘴。小的该死。真是该死。哎，公子，那边就是披香殿了。披香殿又如何？那是魏夫人的住所，公子去不得。去不得？就算是天神地仙的住所，我想去也去得。公子啊，什么人竟敢在此偷窥于我？在下偶尔路过，情不自禁。好一个情不自禁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哎，公子，这没事吧？啊！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怎敢打我家公子？公子？什么公子啊？自然是嫡公子，王后的嫡公子当。冯甲，你与贵人说话客气点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！哎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多嘴啊？公子，你是喜欢这女子？废话。那小的替你去打听打听。哎呦！姑母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殿外弹箜篌，不料来了个狂徒出言挑衅，我就用枣子砸了他的头。谁想到那个人竟是大王的嫡子公子当。
教训得好。这披香殿明明是大王赐给姑母的，怎么会让公子荡闯进来？大王把这披香殿赐给了姑母，别人自然没有胆量来。可是那公子荡不同，他是大王的嫡子，王后对他言听计从，有一心想捧他做太子，让他养成了横行霸道的脾气。除了大王，谁敢招惹他呀？他真的会当太子吗？唉，这太子之位原本是华儿的，可如今华儿被分封出去了，公子荡又有王后做后台，眼下不好说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秦国的天下有一日会落到公子荡的手里。怡儿，你若能让大王回心转意，这天下还是你华哥哥的。怡儿尽力了，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说变就变，你年轻貌美，有的是机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荡再来挑衅，你不妨告诉他，就算你能饶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姑母。公子，这丫头果真每日这个时辰在这儿练箜篌啊？没错，有人看见他说4、5日了。哎，她那么野，怎么可能是魏国公主啊？魏王是他的父亲，魏夫人是他的姑母，这还有假？哎，能被公子看上的女子，真不知长得何等模样啊！羞花闭月，仪态万端。公子，他可是拿枣打你来着？哎呀，这正是让本公子最心动的地方。敢打本公子的人，这世上除了他，没有第二个。而且就算他用枣子丢我，那也是身轻灵巧，矫若游龙。公子，你看谁来了？嗨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跟你说话呢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不干什么？你这枣不错。别动，这是给公主的。公主？哪个公主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公子，他可是进了披香殿了，他也敢打那魏国公主的主意？哎，你们听。彩萍，怡公主，外面那些人走了吗？没有。这些蠢货。彩萍，你钓过鱼吗？奴婢没有，但奴婢见过别人钓鱼。王后，那魏夫人的侄女怎么还没走？不是已经分封完了吗？大王好像对她也没有特别在意。听说她是魏王最宠爱的公主，魏夫人与其长兄魏王的感情极好。公子华分封出去，魏夫人就病了，所以魏王就让他的女儿留在披香殿里侍奉魏夫人。哼，简直闻所未闻。
一个未出嫁的公主，为了一个早就嫁出去的姑母，千里迢迢来到别国，一住下就不走了。这分明是魏夫人设下的圈套，想让这个女子来勾引我儿。冯家，当儿平白无故的怎么跑到披香殿去了？他一心向武，只结交天下豪杰，怎么会跟魏国的女子有了瓜葛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的真的不知。你不知？我让你整日的跟着公子，你是废物啊！小的该死。王后息怒，既然那魏夫人有心算计咱们公子，只怕王后再派多少人跟着公子，也都无济于事。真不知廉耻，斗不过王后就拿公子下手，还休想！当儿是我的当儿。夫人，公子当又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当儿拜见魏夫人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魏夫人，你知道我曾在园子里与贵侄女相遇，公主温婉贤淑，花容月貌，令我一见倾心。可我上门数次，夫人却不准许我与公主相见，这是为何？公子道，不是我故意要为难你，反倒我想求你放过我和怡儿。怡儿本是来探病的，被你这样3番5次上门来闹，她如何还能在这宫里待下去？王后一心找我的不是，若是让她知道内情，定会大发雷霆。我受委屈倒也罢了，怡儿乃是未嫁之女，若是无端让她受此连累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怡儿，怡儿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啦，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容她进宫探病，更不该让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园子里抛头露面。公子道，你是王后的嫡子，王后对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请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儿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欢怡儿，岂敢有一丝一毫伤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节不是小事儿，任何人真心喜欢怡儿，都应该先禀告父母，向我王兄提亲，行6礼，怎可像你这样思乡受受？我只是对怡儿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就看一眼怡儿，我自然会和父王母后商议。唉，公子道，你这样纠缠不休，是陷我于不义呀。王后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愿，定会被看成攻于心计，谋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连怡儿也会被安上放荡无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后一向宽厚仁慈，岂会轻易伤人名节？夫人，王后来了。王后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请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别怪我了。拜见王后。魏夫人，是你做的好事。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哼，你那个如花似玉的侄女呢？把她叫出来。臣妾愚钝，不知道王后说的是谁。你怎会不知？你弄了个美人进宫，先是勾引大王，然后让荡儿梦寐以求，怎么，敢做却不敢当了？哦，王后说的是怡儿啊。怡儿是受我王兄之托进宫探病的，日日诗书礼乐，足不出户。王后身为一国之母，一举一动都为国之义范，岂可随意玷污我王兄之女的清白？
你的侄女若无所图，怎么会赖在宫中这么久都不肯离开？日日足不出户，只怕是在算计着怎么张网捕鱼吧。王后如此猜忌，臣妾无言以辩。我已戳穿了你，既然计穷力竭，何不识相一点，让你的侄女赶紧离宫，免得两下伤了颜面。这么说，我的姨儿跟公子荡的确不般配。般配？大儿怎么会跟你的侄女般配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母后，大儿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不在，怎知母后如此蛮横？大儿，哼，难怪魏夫人不肯让怡公主见我。你恶言恶语，让孩儿颜面尽失。你这不仅是羞辱了你的孩儿，也羞辱了母后自己。荡儿，他们是在用欲擒故纵的伎俩。哼，难道母后也常用手段，看别人都是伎俩？荡儿是被人掩了耳目。被谁？怡儿吗？若能被怡儿掩耳目，我情我愿。荡儿，你是用何手段荼毒了我儿？王后息怒，这就怪不得臣妾了。你跟公子荡不请自来，臣妾该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。臣妾在此恭送王后。刚才外面的鸡飞狗跳，大约你已经听到了。姑母，这秦宫是待不下去了。这几日你就回魏国见你的父王母后吧。怡儿都听姑母的。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大王那边没动静，却收了那公子荡的心。姑母不想有意外之喜吗？这些年，姑母的意外太多了，怕了。若是怡儿能帮姑母将东隅桑榆都收入怀中，怎么样？公子荡即将成人，一婚之后或被立为太子，有朝一日成为大王。秦国的社稷一旦落入公子荡的手中，怡儿必定会让公子对姑母言听计从。倘若公子荡未被立为太子，但有了这一层亲眷关系，大王也会对姑母另眼相看。到时候华哥哥想要的东西也会更容易得到些。怡儿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那王后是冤家对头，势如水火。姑母若是通过怡儿将公子荡抓住，难过的不是姑母，是王后。怡儿说的也有些道理啊。荡儿，荡儿，听母后的话，母后所做无一不是为了你好。我又不是3岁小儿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？那魏夫人口蜜腹剑，你不知道她的真面目。母后，别跟我提什么真面目，我见过这后宫女人的种种心计。怡儿是我见过最真性情的女子。你是真的被那个魏国妖女迷了心窍了。荡儿，母后答应你，一定为你在楚国找一个更好的如意佳人。母后省省吧，儿臣喜欢谁那是儿臣的事。你是我的孩儿，你的婚事我怎能袖手旁观？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和怡儿是天作之合，这辈子我只想娶她，除了她我谁也不要。母后提亲去吧。王后，我的头好痛，快去找太医。夫人，什么事啊？笑得那么高兴？还不是正殿的事。今日公子荡好像为了哪个女子跟王后吵翻了，王后犯了头疼病，把太医和女医治都找去了。结果太医的一番话反而惹恼了王后，
气得王后把太医给赶了出去。是啊，公子当也到了该提亲的年龄了，王后是该替他筹划筹划了。娶亲也是为了太子的位分，只怕王后那边早有筹划。听那边的丫头学话，也难怪，那太医确实迂腐。太医说了什么？王后，您六脉咸迟，应是用心太过，素日积郁，兼心血较弱，心气虚而生火，所以诸邪上扰，引起头痛。宫中女人哪个不是素来郁闷？也有谁能够夜夜睡得香甜？做御医的把这套车轱辘话来回说，都已经说惯了。到了王后那边，自然是要吃瘪了。也不知是哪家贵女让公子当这般伤心，宁肯跟王后翻脸啊！就是原来姑姑提起过的那个美人啊！王后，这是太医另开的调和气血的药，您服用试试吧。这些甜甜苦苦的药汤子，我都喝过多少了？要管用早就管用了。拿走。是。怎么了？魏夫人来了。又怎么了？王后，那个魏夫人来了。给我撵出去！是。夫人，臣妾魏延拜见王后。臣妾得知王后与公子当口诀争执不下，犯了头疾，特地来向王后请罪。当儿被你蛊惑了心智，害得我们母子不和，你还上门来说风凉话。王后，王后，你可是错怪了臣妾，臣妾是真心来向王后引咎自责的。哼，我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招数。臣妾有些话不方便当着众人言，如果王后允准，没什么不方便说的，有话就说。臣妾是想知道，王后是否有意想让公子当太子？当儿能否当太子，不是你我能定的。王后不必提防我，华儿分封衡门君，这太子之位已经与他无缘了。如今，我只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助王后一臂之力。公子之中人才济济，储君之事，只有大王一人心中有数。王后依旧口不对心。放眼秦宫，能够跟公子当争位分的人，已经寥寥无几。可大王立太子，又需要一个妥当的契机。我不知魏夫人想说什么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公子当的婚事若能尽快谈妥，那么立太子之事也将成为大王的当务之急。臣妾知道，王后对公子当的婚事早有安排，可是公子当却对怡儿一见钟情。这事儿不仅让王后觉得棘手，臣妾也觉得为难。何不说你是正中下怀？不管王后是否误会臣妾，臣妾都以为逆水行船不如顺水推舟。顺水？那就把我的当儿推到你魏夫人怀里去了。强拧的瓜怎么能抵得过水到渠成呢？王后不如反过来想，公子当背后若有楚、魏两国的元首，那么储君之位
谁又能与他争？魏夫人，请坐。谢王后。珊瑚，斟茶。是。臣妾深知这些年来多次见罪于王后，若能促成公子当与魏国的联姻，臣妾愿意将功折罪。魏夫人的好意我领受了，只是当儿尚未成年，婚事不必过急。那是自然。王后若是信得过臣妾，臣妾愿尽犬马之劳。当儿是嫡子，当儿的婚事有关社稷，最后还要由宗室和大王来定夺。有了王后的恩准，公子当和怡儿必是佳偶天成。臣妾先告退了。佳偶天成，哼，我才不信呢。王后，那魏夫人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依奴婢看，她并没有真心为王后打算。她当然不是真心的。我嫁入秦宫10几年，她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如今还想用我的当儿拿住我。那王后为何不让奴婢们撕了她的脸？因为她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如若当儿真有楚魏2国元首，那大王也不得不顾及当儿的联姻背景。王后真的应下了那魏夫人的婚事？去找太医，让他把那汤药再煎一副给我送过来。王后想吃药了。我要用心养好我的精神。是。怡儿，你父王来接你的马车已经到了咸阳，明日就要启程回大梁。夫人，那公子当又到篱笆墙外眼巴巴地望着，样子真是可怜。公主是打算见还是不见？好看不好看？怡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，那公子当自然放不下你。姑母看得出你对他也有了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回去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姑母来办。停车！停车！怡儿，走。怡儿，别走！怡儿，你是秦国公子，我是魏国公主，我们本不该这样见面说话，有违礼法。你等我好吗？我会想办法，定不会负你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等你？我等你有什么用？我等得了你吗？我嬴荡并非无能之人，今日于天发誓，无论多难，非你不娶。你若有心，就去求你父王向魏国提亲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妻、亲迎，6礼一样不可少。怡儿放心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怡儿信我便是。走。
王后。甘大夫，请坐。谢王后。知道王后身体欠安，但此事重大，不得不上门搅扰。是与荡儿的婚事有关？的确与公子有关，却与婚事无关。甘大夫，请说。王后可知，近几日大王多次召集朝中大臣进宫，询问公子华的情形，其中还有他封地上的地方官员。公子华已被大王分封在外，太子该是与他无缘了。就算大王看中他，又能如何？诸国当中也曾有分封在外的公子，被重新立为太子的先例。王后不可掉以轻心。大王的心思不会变得如此之快吧？不是大王心思变得快，而是有人在中间图谋。一定是那个魏夫人，还说什么秦魏联姻、佳偶天成，背后却……王后，还是再往近处想想吧。近处？难道是芈月？不应当啊！芈月要争，应该为公子继争，怎会推别人上位？再说那芈月与魏夫人也是不共戴天。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，既可以让大王相信他毫无野心，不必对他进行提防，而且还可以收服魏夫人母子做他的刀枪。待公子华与公子荡相斗下来，两败俱伤，那得利的人一定是他和公子季了。快，扶我去找荡儿。王后，您还病着。事不宜迟，我要让荡儿去宣誓殿找大王，求大王允准他们的婚事。父王，公子，大王正在批奏章，殿上。父王啊，大王，知道了，母亲，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儿臣请求与魏国联姻。理由呢？大秦与列国联姻，赵国和秦国同宗同姓而不婚，还有楚国和燕国，他们已经与秦国联姻，齐国总与秦国为敌，韩国又过于弱小。而自函谷关之战后，魏王痛悔，驱逐了公孙衍，并派使臣频频向大秦示好。儿臣以为，当今之事能与儿臣联姻的，唯有魏国。若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？收服巴蜀之前，蜀国频频与秦国作对，他背后就是楚国在捣鬼。还有呢？魏齐两国从不和睦，若是能与魏国联姻，秦魏两国便可联手讨伐齐国。果然苦心教你这么多年，都没有把你教得思量深远。不成想，一个魏国女子就能够让你长大了。父王允准了。父王，父王。大王身子不济，该多歇歇。心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。若是公子荡的婚事，那该是喜事。寡人原本并不想让他这样早便娶亲。食色性也。王后与魏夫人历来不和睦，当儿却硬要娶个魏国公主回来。大王的意思是，公子荡想娶魏国公主，王后不中意。王后也主动向寡人请求赐婚。哦，你也觉得奇怪？王后爱子心切，
虽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说，寡人是否该成全他们？大王是说，成全这对小儿女的情分，还是成全两国联姻结盟？这两者皆是。若于公于私都好，芈月无话。可寡人看到你眉头皱得很紧。月儿想问的是，一旦公子当大婚，这太子之位，大王就真的有益于公子当了。寡人并非没有思量过华儿，也私下做了些打听，没想到新近得到消息，华儿到了封地后，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，那些人个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，对没立公子华为太子大抱不平。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置可否。相比之下，当儿就算有缺憾，但也是旁枝末节。而且，当儿马上就要娶亲，身居楚魏两国的背景，再加之出离子等朝廷重臣的帮衬，这太子只怕不得不立。月儿明白。你明明心里还有话，不要让寡人猜了。事到如今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大王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大王，迎夫人到了。大王，张姐来了。张姐，坐。寡人近日身子不济，只好派人接张姐进宫。大王已经允准公子当与魏国公主结亲。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既然公子当这门婚事已经定了，这太子的位分恐怕也不能久拖不决。当儿实在是，所以不得不请张姐前来商议。不知大王的意思是？当儿虽然努力，但生就性情莽撞，有血气之勇，无变通之谋。太强必折，太张必缺。作为王者，要宽严有度，刚柔并济。公子当是璞玉，欠缺磨练和挫折。只要大王肯给机会，让他多多历练，不怕璞玉不成宝玉。大王，你看公子季如何？年龄尚幼，加之芈八子不情不愿，寡人不想勉强。臣弟有句话不得不说，这立储之事在朝堂上已经议论多时，宫中总不太平也与此事有关。大王该是听说前2日摘秋桃，2个内侍打了起来，争一个秋桃都这样，争储君之位还不人人搏命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呐！王兄，都这么久了，大王这咳疾不仅未愈，反而越来越重了。如今这太医院里用医多于良医，是寡人自己身子不争气，怪不得他们。大王，你一定要多多保重身子，这也是为了大秦的社稷江山。
是啊。母坚，在。笔墨伺候，你旨吧。是。王后，大王下诏了，立公子当为太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王下诏，立公子当为太子。苍天有眼，大王终于立我儿为太子了！太好了，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都起来吧，珍珠。哎，凡是咱们店里的，个个都打赏。谢王后。还有，立太子是宫中大喜事，吩咐下去，各宫嫔妃每人赏绢10匹，3差2对。我要让他们都添点喜庆。王后送我的首饰太过贵重，我承受不起。妹妹不必客气。我听说大王下诏立太子，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。公子当的婚事定了，同时又立他为太子，真是喜事连连。芈月真心为王后和公子当欢喜。大王事事将当儿想在前头，对妹妹和继儿未免不够公平。公子当是嫡子，又是继儿的兄长，大王怎么做都是对的。那就好，听妹妹这句话，我心就定了。王后定心，芈月也就定心了。今后王后和芈月相处的日子还长着，继儿年幼，望王后对继儿能够宽宏大量。啊，妹妹一贯对姐姐宽宏大量，说这话真就见外了。大王糊涂啊！就算他要为公子当订婚，也不该如此仓促地立为太子啊！啊，那公子当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实在是不郎不友。大王一旦后悔，就会明白，立太子易，废太子难了。我知道，一直怂恿大王立公子当为太子的有楚离子和甘茂。那芈八子见识非凡，又是大王的身边人，为何不反对？芈月不愿出头，除了自保，也是厌恶了后宫之争，天性使然。唉，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啊！当初如何？当初芈月曾求大王分封公子季去巴蜀，我认为公子季是大秦的希冀，挡了他的道。我也原以为芈月会为公子季争一争。争？不光靠手段，还得敢害人。芈月冰雪聪明，却不肯害人。这大争之事，不争之人必有性命之忧。哼，总有一日，他吃多了苦头就懂得，有些人不是你让着他，他就能领情的。那甘茂刚被升任为右相，这一下，朝廷当中王后旗下的人风头是越来越近了。夫君的玉佩，怡儿将永身相随。怡儿与我心心相印，此情永昭，日月可见。
天之报！天天之报！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你们看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远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缠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穷。司马将军说得好，此番伐蜀与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已经占有巴郡和汉中，可以对蜀中形成倒逼之势。莫不如趁陈庄刚刚篡位，立足未稳，迎头猛击，收复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。没事，长子继续说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仅是因为巴蜀情形复杂，还因为镇守巴蜀的公子焕无人辅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够选拔出周围有人辅佐的公子前去，定会再无后患。臣以为张子所言甚是。唐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啊！是啊，不要过度悲伤，要保重身子。唐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当心哭坏了身子。是啊，前一阵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？姐姐要保重身子。听说那陈庄原是蜀地旧族，因为贪图小利，背叛了原来的蜀王，投向秦军。大王为大局着想和稳定人心，任他为相。公子焕年轻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轻信陈庄唆摆，不但事事教育陈庄，还与司马错将军发生了争执，又向大王上书诬告，气得司马错将军带着魏冉回京自证清白。这下正好让陈庄抓住了机会，得以谋反。当日我还为唐夫人高兴，在几个公子当中，蜀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祸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当日大王没有分封通儿，要不然谁知这样的祸事会不会落到我头上？真是可怜唐夫人了。是啊，这么说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此事的确两难。王后，微臣还听到一些传言，说大王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吗？这些年来，大王过于操劳，内里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后
该早做准备啊。芈八子芈月为公子嬴稷之母，辅佐秦王嬴驷10有余年，节制谨度，莽而不义。封公子嬴稷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随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。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。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在身边，但也不得不为你做些打算。近日，寡人心里纠结得很，总想到万一没有寡人的庇护，如何才可以让你们安妥无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说这样的话？告诉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这是何意？寡人亏欠你和继儿，这次就是要让你放心。人老了，手慢了，继儿的这件新衣总算是敢做出来了。上巳节可以穿了。姑姑也真是的，我们说替姑姑做，可是她就是不肯。姑姑还能给继儿做多少？你们将来有的是机会。哎呀，忙着做新衣，那荠菜花还没来得及去采摘呢。香儿、慧儿，一会儿带些人去，多采些回来。八子说晚了。这2日，我和香儿已经采回来不少了，打算让人放在枕头和褥子下面，保证让八子和公子季睡得香甜。3月3上巳节，王后这次兴致特别好，亲自操办过节。今年祭祀高梅，临水服卵，一定比往年热闹。去年宫里服卵，我眼见宫里往池塘里放了不少煮熟的鸡蛋，可我却一个也没有拾到。大王，坐。战报看到了吗？司马错带兵伐蜀，进展顺利。臣弟也是刚刚得知。明日是上巳节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怎么，王兄也准备下河洗澡？那下河洗澡的事情就留给宫里的公子们去做吧。不过寡人
还记得儿时上巳节的情形。有一次，寡人和你们一起去泾河沐浴，辟邪驱瘟，没想到一下河，新衣就被河水冲走了。结果你站在河岸边，哇哇的哭。此后，父王就命人在宫中修建专为公子公主们驱灾辟邪沐浴之地，免得有人再光着身子回宫了。王兄，既然收复蜀国有望，那新任蜀侯应尽早定下。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宫中未分封的公子中，公子通年纪较大，他为人宽厚老实，做事稳妥，可作为候选者之一。公子通性情内敛，其母反常时胆小怕事，缺乏主张。那大王心中一定是有人了。你曾经向我推荐过他，忘了吗？那边呢？他们在底下抢两个送自己的蛋来，你看这蛋红彤彤的，一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时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是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去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公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哎，你看，走，东哥哥，放下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别追了，公子，担心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！走，放开我！带进来。是。你放下来，放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莹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
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要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地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恶人，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，秦国未来的大王？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人在做，剑在战，多行不义推子壁。应当，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我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呸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，太过分了。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想回去了。通哥哥，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啊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继续强忍下去？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
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啊，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童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如厕犬，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？求王后给我的通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通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知通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通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嬴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通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他……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他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，夫人，通儿，夫人，你醒醒！好了，琪儿，别哭了，再哭该哭坏身子了。通哥哥，只可惜了公子通，那孩子与继儿的情分最深。公子通没了，也怪我一时想错。若能及时赶过去劝解开导，或许
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小的没有保护好两位公子，请夫人责罚。是公子通心窄，但滴水成河。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，觉得实在憋屈，也不会将死做出路的。不管什么委屈，总有天理。这么一去，倒是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了，妻儿，吉儿乖，别哭了啊！太子去承明殿谢罪了。是。你们几个平日里是怎么伺候太子的？竟让他惹出这样的麻烦！小的该死。不过，那公子通寻死，的确是因为他鼠肚鸡肠。皇后，那个公子通死了，大王会怪罪太子吗？秦人崇尚勇武，鄙视懦弱。大秦公子命当死于沙场，那公子通自寻短见，既是丢人现眼，更是忤逆不孝。大王就算是气恼太子，也不会过分重责他。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。这下，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